中国没有兴趣摧毁美国，或者是让美国崩溃。中国也没有打算把电磁脉冲炸弹扔到美国本土，摧毁其电力设施，因为如此，还不如直接扔核弹头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专家指责中国拥有电磁脉冲炸弹，效果很恐怖。11月23号，美国国家和国土安全特别公司组的执行主任文森特普莱声称中国已经拥有了电磁脉冲炸弹，全国有用。电磁脉冲炸弹只要攻击美国一次，就能摧毁电网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停电时间或许会长达1年，最终90%的美国人都要 WD。能够导致电网大规模瘫痪的武器早就问世，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更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到目前为止，人类一共研制出过2种武器具有这种功能，而且都是美国人先造出来的，并且率先投入实战使用。第一种当然就是核武器了。核武器的爆炸会引发强烈的电磁脉冲，即使在距离很遥远的地方，这种强烈的电磁脉冲也能够干扰电网的运行。上世纪60年代，美国试验了一种核弹头的反卫星武器。这枚核导弹飞行到大气层边缘引爆，结果引发了强烈的电磁脉冲，夏威夷岛上的电力系统全部中断。第二种武器就是碳纤维弹，也叫石墨炸弹。这种炸弹中有罐装的碳纤维丝，直径只有 0.0 几毫米，引爆以后，无数的碳纤维丝线团飘然展开，千丝万缕像一团团漂浮的白云。一旦搭落在裸露的高压电力传输线上，或者是变压器等电力传输设备上，就会短路，产生电弧，严重的破坏供电线路，导致电网的瘫痪，引起大范围的停电。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1999年对蓝联盟的空袭中都使用过。1999年5月2号，美国空军使用石墨炸弹首次对蓝联盟的电网进行攻击，造成全国 70% 的地区断电。中国也研制出了石墨炸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实战当中使用过。美国的军事专家之所以如此重视瘫痪电网的武器弹药，和美国德克萨斯州今年2月份发生的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有关。拜登政府当时就指责俄罗斯制造了这次事故，俄罗斯政府当然是予以坚决否认了。几个月之后美国政府也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很多熟悉美国电网的人都说，这根本就是因为美国电力系统年久失修造成的。美国的整个电力网络的架构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德克萨斯州的电网和整个美国电网就是不能连通的。这是德州为了保护自己的地方利益而制定的土政策。结果在2月的寒流期间，德州的电网当场瘫痪以后，其他的各州的电网却不能向德州供电。德州的老百姓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寒冷的春天，甚至发生了少年被活活冻死在房车里的惨剧。至于说瘫痪美国电网会不会导致 90% 的美国人死亡，不知道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变成了一个没有电的国家，情况还真的不好说。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国家，没有电，现代生活的一切模式都难以为继。华尔街必须依靠电力才能够维持金融市场的运转，如果没有了电，他们在银行或者是股票市场上的那些巨额的资产就变成了计算机硬盘里面的僵尸，就没有一丁点价值了。第三产业的崩溃肯定会带来美国经济的全面的崩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废土电影里面的场景很可能会真的上演。到那个时候会死多少的美国人，我们无法预测，但是美国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那是一定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一定不是中国干的因为中国没有兴趣摧毁美国，或者是让美国崩溃，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作战意图电磁脉冲炸弹并不是在中国引爆就能够影响美国的，必须用火箭把它运送到美国本土，在靠近电力设施的地方爆炸，才有可能引起全面停电的后果。如果有人做出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引起美国的核报复呢？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哦。如果会引发核战，那中国干嘛要投射常规炸弹呢？不如在第一时间就把核弹头大规模的扔到美国本土去吧。当然，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美国利用盟国的基地或第一、第二岛链对中国本土发起常规打击，中国如何对美国的本土实施常规反击呢？这个是应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